大家好，我是艾生，歡迎來到我的頻道。2025年10月14號，紐約市布魯克林的聯邦辦公室裡面，閃光燈閃個不停。美國司法部長出來宣布，他們剛剛完成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資產扣押，查獲了超過12萬枚的比特幣。你猜總值多少錢？150億美刀。150億美刀是一個什麼概念？這個比很多小國家它一整年的 GDP 還要高。您知道嗎？您隨手扔掉的這個快遞單，在網上隨便填寫的個人資料，所有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東西，其實正在被人系統性的收集、販賣、整合，然後匯入一條橫跨全球的黑暗產業鏈，通過精心設計的殺豬盤的騙局，變成了天文數字的非法收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一個價值數千億的電詐帝國。聯合國做過估算，光是2023年各種各樣的這個詐騙，在亞洲就造成了370億美刀的損失，給美國人帶來超過100億美金的損失。所以你看，這個已經不再是簡單的信息洩露或者是隱私保護的問題，這是一場針對你我這些普通人的絞殺。本期視頻我會把各國對於電詐集團的戰爭放在地緣政治的大背景底下，從3個維度給您拆解。第一個就是美國、中國、韓國這3個國家，他們打擊電詐的策略有什麼不同？第二個就是美國人到底是怎麼樣攻破了電詐集團首腦陳志的加密貨幣錢包的？然後第3點這一點是非常微妙，但是也非常值得玩味的，就是為什麼明明付出最大努力的中國政府，在公眾的感知跟傳播聲量上，反倒不如美國跟韓國呢？故事的主角他叫陳志，1987年出生在中國福建連江的一個普通家庭，初2就輟學，之後在本地一家網吧當網管。您別小看這段經歷，因為在連江開網吧曾經形成過一種非常獨特的產業模式，就是用豪華裝修跟低價來吸引大流量的客戶作為掩護，通過裡面安裝的一些網絡賭博機來真正的賺大錢。這是一種在灰色地帶游走的商業的嗅覺，也可以說對於陳志日後他構建自己的詐騙帝國是做了一次演練。而幾年以後他去了上海，這個不再是小網管，他是開始做當時特別賺錢的灰色生意，就是遊戲私服。什麼是私服呢？就是盜版那些熱門網絡遊戲的服務器，然後自己開通這個充值的通道來賣裝備。據說光是靠着給傳奇這樣一類非常火爆的遊戲開私服，陳志在22歲之前就賺到了人生的第一個100萬。2029年，他帶着這筆錢只身跑去了柬埔寨來闖蕩。那個時候的金邊正好處在經濟騰飛的前夜，房地產市場剛剛興起，陳志在精準的時機入場，很快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但是陳志這個人他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東南亞光有錢是不夠的，財富必須要跟權力緊緊的捆綁在一塊。2014年，他通過投資移民成了柬埔寨的公民，然後開始瘋狂的向政府捐款。這樣一些投資為他換回了豐厚的政治回報。他成功的跟柬埔寨的這個權力核心，特別是長期掌權的洪森家族建立了深厚的商業跟顧問的關係。為了把自己徹底的洗白，陳志他一手打造了一個叫做太子集團的龐大的商業帝國，他的業務遍布房地產金融酒店賭場各個領域。太子集團的 logo 在柬埔寨金邊的街頭到處都能夠看得到。那與此同時，他還高調的搞慈善，通過太子慈善基金會設立獎學金、捐款抗疫。官網上宣稱他累計捐贈的金額已經超過了1800萬美刀。他一手打造的企業家跟慈善家的形象，甚至還讓他拿到了中國財經峰會頒發的企業社會責任典範獎。2020年，陳志的人生到達了巔峰，他被柬埔寨王室授予了公爵的貴族頭銜，這個是一個象徵着巨大榮譽跟影響力的稱號。隨後，他還當上了時任首相洪森以及繼任者洪馬賴的這個顧問。2022年9月，陳志跟着洪森去訪問古巴，參與會見了古巴最高領導人。在2022年東盟峰會上，陳志還為首相洪峰定制了限量版的豪華腕錶，作為國禮送給各國領導人，這個是他政治影響力的巔峰時刻。但是就在這樣一層非常光鮮亮麗的外衣底下，是他的 B 面人生，一個冷酷無情的
犯罪集團的主腦。美國司法部的這個起訴文件當中非常明確的指出，陳志他直接參與了詐騙園區的管理，他會非常細緻的追蹤每個園區的利潤，詳細記錄哪一個房間在運行什麼樣的騙局，他甚至親自下令對那些不聽話的工人施加暴力。調查人員還發現他持有描繪毆打跟酷刑手段的讓人不忍目睹的照片。那陳志用詐騙得來的錢，他過着極其奢侈的生活，在倫敦1000萬英鎊的豪宅，他擁有好幾架私人飛機跟豪華遊艇，還買了好幾幅畢加索的畫作。他包養的網紅女友在直播的時候透露，陳志每個月光給他的這個生活費就有2000萬，而且這個女友還嫌2000萬實在是太摳門了，因為他賺的非常多。香港媒體也報道說，陳志他除了在香港買豪宅、買商廈、買上市公司之外，還用香港的公司控制了全球最大的古巴雪茄商，而短短5年就為他賺了20億港元的利潤。陳志曾經跟他的同夥吹噓說，他的加密貨幣挖礦的業務之所以利潤那麼高，是因為基本上沒有什麼成本，因為所有的本金都是從全球的受害者那邊騙來的。這樣一句非常冷血的炫耀，揭示了他對於自己罪行的認知。受害者的血汗錢，在陳志眼裡，只是電詐商業模式當中可以忽略不計的成本。在柬埔寨跟東南亞的某些地方啊，傳統的主權邊界變得非常模糊，法律跟秩序的真空地帶催生了一種全新的權力實體，我把它叫做賽博軍閥。在以前，這些賽博軍閥他們主要靠網絡賭博這種方式來賺錢。但是2件大事的發生，徹底改變了遊戲的規則，催生了電詐商業模式的核心，就是所謂的電詐園區。而第一個催化劑是柬埔寨2020年初頒布的網絡賭博禁令。這是因為在中國政府的持續壓力底下，柬埔寨的首相洪森他宣布取締線上賭博。那這個禁令對於當時嚴重依賴中國資本的西哈魯克港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在一夜之間，超過20萬中國工人跟投資者都撤離，大量為賭場配套的酒店、寫字樓瞬間停擺，變成了鬼城。那這個就給犯罪集團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有大量現成的半封閉但是閒置的建築，成了改造為詐騙園區的理想場所。第二個也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催化劑，就是當年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疫情帶來了3重效應，首先是全球的封鎖讓線下的賭場關門，所有的賭博跟相關的犯罪活動被迫全面轉到線上。其次就是疫情它造成這個經濟衰退跟失業潮，為詐騙集團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因為很多人為了要找工作，被高薪 IT 工作的這個虛假廣告騙到了東南亞。而最後的話，疫情其實是加速了全球的數字化進程，線上辦公跟線上社交變成常態，這個也讓人們對於線上的這個溝通跟交易放鬆了警惕。在這2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底下，東南亞的犯罪生態完成了從網絡賭博到電詐園區的升級迭代。原本的那些網投公司，他們利用現成的場地跟管理經驗，升級成了集電信詐騙、人口販運、非法拘禁跟現代奴隸制於一體的綜合性的犯罪中心。太子集團在柬埔寨全境秘密建造和運營了至少10多個專門用來搞網絡詐騙的園區。那這些電詐園區，他們有高牆、有鐵絲網、有武裝安保，戒備森嚴的跟監獄一樣。來自世界各地被騙來的年輕人，他們因為社交媒體上所謂的高薪工作被這種謊言誘騙過來，人一落地，護照就被沒收，徹底失去人身自由。他們被強迫從事一種叫做殺豬盤的加密貨幣的投資騙局，如果完不成業績或者稍有不從，迎接他們的就是電擊、毒打跟酷刑，甚至有人會被威脅摘取器官。所以這個建立在現代奴役制之上的犯罪網絡創造了驚人的利潤。根據陳志集團的這個同案犯吹噓光是2018年太子集團來自於非法活動的日均收入就達到3000萬美刀。這些園區絕不僅僅只是反人類的恐怖據點，他們更是一個一個高度迭代、精密演化的犯罪生態系統。他們的商業模式之成熟，組織結構之嚴密，我們要理解他們的運營模式的話，你只需要想一個你幾乎每一天都在用的東西——淘寶。沒錯，從本質上來講，這是一種高度平台化的犯罪商業模式，我把它叫做犯罪淘寶。國際刑警組織當然給它一個更加專業的術語，叫做犯罪即服務。
在這樣一個非常黑暗的商業模型裡面，園區的擁有者，比如說太子集團跟誠志，他扮演的角色不是那個直接騙你錢的詐騙賣家，不是，他們是平台方，是園區，是這個罪惡生態裡的阿里巴巴。那些入駐園區成百上千的獨立的詐騙團隊，俗稱公司或者是盤種，他們才是平台上的淘寶店主。而作為平台方的太子集團，他們是怎麼樣通過這些犯罪淘寶這個平台來賺錢的呢？跟阿里巴巴一樣，他不直接賣東西，也就是說他不會直接騙你的錢，而是通過提供一整套犯罪開店解決方案來抽成跟收費。這樣一套方案簡直就是犯罪分子的營商保姆。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這個模式裡面，太子集团它構建了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犯罪生態，它把那些最複雜、風險最高的環節，比如說暴力啊、洗錢呢，和政府打交道，全部打包成了標準化的服務，然後零售給成千上萬個電詐小團隊。這個極大的降低了犯罪的门檻，使得整個詐騙產業能夠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實現規模化跟工業化的擴張。而一度非常囂張、看似堅不可摧的這些電詐帝國，因為實在是太貪婪，同時觸碰到了3個國家的核心利益跟容忍底線。所以從2023年到2025年，我們看到中國、美國跟韓國相繼入局，基於各自的國家利益跟戰略的哲學，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打擊策略。當太子集團的這個黑手伸到美國公民的身上，並且利用全球金融系統洗錢的時候，他就觸動了美國最敏感的神經。美國之所以會雷霆出擊，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有大量的美國公民成了殺豬盤的受害者，損失非常慘重。比如說有一個82歲的丹尼斯·瓊斯，就是無數悲劇的縮影。他在網上認識了一位女子，然後墜入情網，在對方的誘導底下，他投光了自己所有的積蓄。當發現被騙之後，這位老人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女兒悲痛地說，父親剩下的錢甚至不夠支付1塊墓碑。美國人的戰法是利用其最強大的非對稱武器，也就是金融制裁跟司法的長臂管轄，進行精準的外科手術。核心邏輯可以概括為雖遠必收，收錢的收。美國的武器庫主要由3大部門構成。首先是美国司法部，是通過聯邦大陪審團對於誠志跟太子集團提起刑事訴訟，罪名就包括電信欺詐跟洗錢的陰謀，為整個司法行動提供了法律的基石。而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就扮演了金融劊子手的角色。2025年10月14號，這個部門將太子集团指定為跨國犯罪組織，並且將誠志等等146個相關的個人跟實體列入黑名單。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他們在美國的所有資產被凍結，而且被踢出了以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而美國的金融犯罪執法網絡，他們動用了美國愛國者法案第311條款，將太子集團的關鍵洗錢的夥伴匯旺集團認定為主要的洗錢關注對象。根據媒體披露短短幾年時間，匯旺集团他們就經手了超過40億美刀的非法資金洗錢業務。當美國在金融和數字領域發起攻擊的時候，幾乎在同一時間，英國當局根據五眼聯盟共享的這個情報，在歐洲也同步開展了行動，對於誠志以及關聯公司實施資產凍結跟履行禁令，包括太子集团在倫敦持有的19處重要房產。其中有一棟是位於億萬富翁大道價值1200萬英鎊的豪宅，跟一棟位於金融城價值1億英鎊的辦公樓，總價值超過 1.3 億英鎊。英國的行動切斷了太子集团在歐洲最關鍵的洗錢渠道跟他們的退路，但是美國的戰略意圖難道僅僅只是伸張正義嗎？恐怕沒那麼簡單。首先，美國沒收了誠志價值150億美刀的比特幣，這個是對於全球加密貨幣領域的一次強力主權宣示。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做到的？我們在視頻的後面會詳細展開來講。其次，誠志跟他的太子集团，他們跟作為中國堅定盟友的柬埔寨洪森政府有非常深度的捆綁。之所以美國人打擊誠志，他們不僅僅是揭露了柬埔寨高層的腐敗，也間接打擊了在當地盤根錯節的與中國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灰色的經濟網絡。而跟美國取材的策略不同，中國的戰法是雷霆萬鈞的地面清剿，核心邏輯就是雖遠必抓，抓人的抓。
但是行動也面臨一個極其複雜的挑戰，因為緬北地區有非常特殊的政治生態，長期以來以四大家族為首的這個地方武裝為電柵園區提供了直接的武裝保護傘，也形成了黃賭毒詐的完整黑色產業鏈。長期以來，中國的公安部門試圖通過勸返跟零星的執法來合作，但是這個效果一直非常有限。尤其是在緬甸北部的果敢地區，因為長期內戰形成了地方民族武装割據的局面。在這樣的一個權力真空當中，果敢四大家族以及後起的這個明學昌家族通過控制地方武裝，建立了事實上的獨立王國。他們為詐騙園區提供了武裝保護，把自己的地盤變成了是对於全球犯罪分子開放的法外之地。臭名昭著的 KK 園區就是在當地軍閥的這個庇護底下運營，他們甚至發展出了器官販賣這樣一種更加殘忍的產業鏈。整個事件真正的轉折點是2023的1020事件。據報道，在一次解救被困人員的行動當中，明學昌家族的武裝竟然公然殺害了數名中國籍人員，其中可能包括臥底的中國執法人員。這件事情徹底激怒了北京方面。當年10月，緬北就爆發了代號1027的軍事行動，由當地多個民族武裝，他們組成了三兄弟聯盟，以清剿電柵為旗號，向四大家族發動了猛烈攻擊。中國方面並沒有直接出兵，而是利用了緬甸國內的複雜局勢。一方面，公安部史無前例地發布悬賞通緝令，公開通緝四大家族的核心頭目；而另外一方面，通過強大的外交壓力，促使緬甸各方勢力在打擊電柵這件事情上跟中國政府合作。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借力打力，打擊電柵成了緬北各方勢力爭相向中國遞交的投名狀。三兄弟聯盟勢如破竹，他們迅速地攻占了果敢老街等等電柵的核心園區，也徹底摧毀了四大家族跟明家的統治。在軍事打擊的掩護底下，中緬兩國展開了大規模的聯合抓捕，而最終呢，在內外夾擊之下，四大家族的統治迅速瓦解，核心頭目全部被抓，並且移交中國。截止目前，有超過 5.7 萬犯罪嫌疑人被移交中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這個數字5.7 萬，這幾乎相當於清空了一座小城市的人口。這也標誌着為電柵犯罪提供核心庇護的武裝集團被連根拔起。中國不得不出手，除了因為這些電柵集團的主要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更為深遠的意圖是為“一帶一路”的這個倡議清理障礙。因為緬甸跟柬埔寨都是一帶一路的重要國家，但是這些猖獗的犯罪活動其實嚴重損害了當地的投資環境跟中國的國際聲譽。而在另外一方面，在絕對實力上，韓國它根本沒辦法跟中美相比，所以它在這樣一場博弈當中的角色會更加被動。韓國的介入源自於一場國民悲劇。2025年8月，柬埔寨南部一輛皮卡車裡面發現了一具年輕的屍體，死者是22歲的韓國大學生朴敏浩。他被誘騙到柬埔寨以後，遭到長時間的拘禁跟酷刑，最終慘死。朴敏浩其實只是想到柬埔寨找一份工作而已，但是最終卻變成了詐騙集團的犧牲品。柬埔寨官方的報告顯示他是死於嚴重酷刑導致的心臟驟停。這一個事件的殘忍細節通過媒體傳播，瞬間點燃了韓國公眾的怒火。韓國人的這個民族性格裡面有一種特別強烈的集體的認同感，一個年輕無辜生命的逝去，讓每個韓國的父母都感同身受。更何況呢，媒體的深入報道還揭示，當時還有數百名韓國公民在柬埔寨失聯，有多達2000名韓國人在當地被迫從事電信詐騙。洶湧的民意迅速轉化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韓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跟力道展開了一系列高調的行動，他們派遣副部長級別的高級別專案小組飛赴金邊直接交涉，對於柬埔寨部分地區發布最高級別的黑色旅行禁令，組織包機將64名韓國籍的嫌疑人一次性大規模遣返回國。那如果單從打擊效果來比較的話，韓國與中美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但是韓國人向所有的跨國犯罪集團發出了一個極其強烈的信號，傷害大韓民國的公民將會招致國家層面的不計成本的報復。好了，我們暫且
撇開這些地緣政治的宏大戰略敘事不談，美國 FBI 本次對於誠摯的太子集團150億美刀比特幣的查抄行動，是這樣一場戰爭當中最驚心動魄的核心戰役，行動的細節堪比一部犯罪驚悚片。美國政府本次派出的是兩支風格完全不同，但卻相得益彰、配合無間的王牌部隊。首先是代表未來的 FBI 虛擬資產部門，這個部門是2022年才剛剛成立，我們可以說是 FBI 專門為了對付加密貨幣犯罪的浪潮而打造的一把尖刀。為什麼我說是浪潮呢？光是2023年一年 FBI 他們接到的加密貨幣相關的欺詐損失的報告就超過了56億美刀，大家可以想象看，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規模。所以這個部門的任務就是為所有調查提供區塊鏈方面的分析跟戰術的支持，我們把它們叫做是數字世界的追蹤犬。而另外一支力量則是代表着 FBI 老派的硬實力，他們是紐約亞裔有組織犯罪聯合行動隊。而這個部門的戰場，他們不只是在網絡上，更多是在現實世界的街頭巷尾。這個隊伍可以說是戰功赫赫，他們專門瓦解那些跨國暴力犯罪集團，比如說曾經臭名昭著的正式組織，還有就是長期盘踞在紐約跟洛杉磯的華人黑幫頭目林廣舉，都是栽在他們手裡。從一開始 FBI 他們就並沒有把太子集團當成是一群簡單的網絡騙子，而是把他們定性為一個既有高科技的手段，又有傳統黑社會殘暴屬性的暴力犯罪的實體。那麼問題來了，面對誠摯的太子集團這樣一個遍布全球的數字犯罪網絡，調查人員應該要怎麼樣下手呢？我想調查的起點要來自於受害者的報告。FBI 的這個互聯網犯罪投訴中心成了信息的匯集點，每一份報告都包括有受害者的資金被轉入什麼樣的加密貨幣的錢包地址，以及唯一的交易的 ID， 也就是哈希值，有精確的这個時間跟金額，所有這些信息都是 FBI 拉動的第一根線頭。而他們用來解開整個線團的工具就是區塊鏈分析。比特幣的區塊鏈有一個特別矛盾的特性，它既是匿名的，又是完全透明的。你的真實身份被一串地址代碼掩藏着，但是你的每一筆交易從哪來到哪去，金額多少，都像刻在石頭一樣被永久的公開的記錄在一個全球共享的賬本上。FBI 跟 Chainalysis 這樣的頂尖區塊鏈分析公司合作，我用兩個簡單的比喻來給您解釋一下他們的這個工作原理。第一個叫做圖譜分析，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把整個比特幣的網絡看作是一張巨大的社交關係網，分析平台能夠把數億次的交易可視化，然後畫出一張清晰的資金流向圖。分析師呢就能夠清楚地看到資金是如何從成千上萬個受害者的小錢包匯集到少數幾個大的中心樞紐錢包裡面，從而鎖定犯罪集團的核心資產池。而第二個叫做聚類算法，犯罪分子他們通常會用成千上萬個小錢包來混淆視聽，但是這些錢包的行為模式往往會出賣他們，比如說他們總是在某一個固定的時間被激活，或者資金總是以相似的路徑在他們之間互相流轉。機器學習的算法就能夠自動的識別出來這樣一些模式，把可能由同一個人在控制的地址聚集成一個群體，然後可以直接穿透迷霧，鎖定背後的操控者。我們看到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裡面提到，太子集團使用了非常複雜的洗錢的技術，比如說噴灑，就是把一筆錢像水滴一樣灑向無數個小錢包。另外還有一個技術叫做 load， 也就是在複雜轉移之後，再把這些小錢重新匯集起來，最終這些分散的資金流就指向了由太子集團控制的核心數字錢包。但是非常諷刺的是什麼？是他們为了隱藏而採取的一系列非常複雜的操作，恰恰為 FBI 的這個分析工具留下了足夠多的數字指紋。你想想看，犯罪集團的這個規模越大，交易越複雜，他們留下的統計學行為模式就越明顯，也就越容易被 AI 識別出來。所以他們等同於是自作聰明，親手為 FBI 繪製了一張通往自己寶藏的藏寶地圖。美國的財政部，他們能夠精確地列出與誠摯有關聯的比特幣的地址，就是這樣一種分析能力的證明。
所以當數字追蹤的這個終點指向一個龐大的比特幣地址的集群的時候，調查也就進入了最關鍵、最神秘的階段。怎麼樣從一個仍然在逃的犯罪集團頭目手中奪取並且控制這樣一筆巨額財富的私鑰？美國政府究竟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就盜走了這12萬枚的比特幣？外界眾說紛紜，官方文件對此惜字如金，讳莫如深。他們只是說有超過12萬枚的比特幣儲存在由被告人陳志親自持有的非托管錢包當中，但是對於如何在陳志依然在逃的情況底下能夠拿到這些私鑰，檢方拒絕評論。當時在幣圈，這個甚至被認為是史上最大的黑客盜竊案。他們主流的猜測有兩種，第一種就是陳志的錢包密鑰是通過一個偽隨機的生成器創建的，所以它的算法存在漏洞，被美國的技術專家破解。而第二個猜測是生成密鑰時使用的這個提示語不夠複雜，被 FBI 暴力破解。我想無論是哪一種猜測，都擊碎了比特幣絕對安全的神話。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陳志在發現比特幣被盜之後，第一時間就立刻關閉了比特幣的礦場，因為他知道自己辛辛苦苦騙來的錢都替美國政府做了嫁衣。但其實我個人並不太認可這兩種主流的猜測。基於歷史案例當中已知的調查的方法，艾森可以推演出可能性更高的一個情景。那情景 A 就是人的因素，有可能會有 FBI 的高層線人。為什麼呢？因為太子集團內部極度的殘暴，很有可能會埋下背叛的種子。一個沒辦法忍受暴力的高層，完全有可能會選擇與 FBI 合作，換取自由跟新生。而情景 B 是技術方面的因素，也就是網絡滲透。FBI 他們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網絡戰的能力，他們完全可能會執行了一次高度複雜的黑客行動，神不知鬼不覺就通過某種方式拿到密鑰。但我個人覺得最符合邏輯的其實是情景 A 跟情景 B 的混合策略，而這個突破口就在美國本土。因為起訴書裡面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太子集團他們在紐約布魯克林設了一個洗錢網絡。這個位於美國境內的窩點是整個犯罪鏈條當中最脆弱的一環。FBI 極有可能早就對這個窩點進行過滲透，或者是突襲，繳獲了電腦手機或者是硬件錢包。那一旦設備到手，執法部門就可以利用強大的取證工具來提取數據。這樣一種類型的調查很有可能為 FBI 提供了指向更高層級的關鍵情報，比如說一個由陳志本人使用的特定雲存儲服務，比如說 iCloud 賬戶名。有了這個賬戶名， FBI 就可以向法庭申請搜查令。這種做法幾乎完美複刻了2016年的 Bitfinex 這個黑客案的劇本。在這樣一起案件當中，一個頂尖的技術高手，他卻把價值數十億美元比特幣的這個私鑰以明文存儲在一個沒有加密的雲端電子表格裡面。當時 FBI 正是通過合法搜查主犯的雲賬戶找到了這個電子表格。而本案當中，司法部的起訴書當中反覆強調，陳志他親自持有密鑰，並且保存了記錄洗錢過程的這個圖表，極其詳盡的細緻的記錄文件，其實在功能上跟那個電子表格沒有什麼區別。布魯克林的這個窩點很有可能是 FBI 抓住的那根線頭，通過它就最終解開了整個電詐集團的死結。所以您看，加密貨幣跟區塊鏈技術本身其實是允許去中心化分布式操作的，但是犯罪組織的頭目他注定了不可能信任任何人，也就意味着他只有可能將最重要的資產私鑰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而把電詐帝國的這根韁繩緊緊握在自己手裡，最終卻導致了一個災難性的單點故障，反而為 FBI 提供了一個可以一擊致命的靶心。所以當 FBI 的獵手他們拿到私鑰的那一刻，這場狩獵就從隱秘的追蹤轉入了公開的奪取。FBI 的特工他們會使用獲取的密鑰簽署一筆交易指令，將太子集團控制的所有錢包裡面那12萬枚的比特幣一次性的全部轉移到一個由美國政府控制的全新的安全的錢包地址當中。這一步的關鍵在於它的絕對性跟不可逆性。和可以被撤銷的銀行轉賬不一樣的是，一筆被比特幣網絡確認的交易是基於密碼學的最終裁決，
任何人都沒辦法篡改或者是逆轉。在短短1個小時左右，當這個交易獲得足夠確認以後，這樣一筆巨額財富的所有權就已經完成了永久性的轉移。太子集團被徹底剝奪了他們的數字資產。所以這樣一種模式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的資產扣押的流程。FBI 能夠先一步直接取得資產的絕對物理占有，而隨後展開的法律程序不再是政府為了去扣押，而是讓懲治一方嘗試從政府已經扣押的數字金庫當中把他們的錢看能不能要回來。這樣一種情況就讓政府在後續的法律博弈當中佔據了無與倫比的優勢。而在技術上鎖定勝局以後，司法部啟動了法律上的降殺，也就是一件極其強大但也極具爭議的武器——民事資產沒收。在正常情況底下，司法部門要沒收一個刑事罪犯的財產，必須要先在法庭上證明他有罪，這個叫做刑事沒收。但是民事沒收不同，它是一種直接針對財產本身提起的訴訟。這樣一場官司，它不是美國政府对惩治，而是美國政府对12萬枚的比特幣。在法律上，這批比特幣的本身它就是被告。這種民事訴訟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完全繞開了對於物主本人的追捕跟審判。即便懲治從此以後永遠在逃，永遠不會被帶到美國法庭，這樣一場針對他150億美刀比特幣核心資產的法律行動也能夠順利進行。更重要的是什麼？民事沒收的這個舉證的標準要低得多。這個簡直就是為了打擊現代跨國網絡犯罪量身定造的完美的武器。它讓美國的司法部能夠將其法律的力量直接投射到區塊鏈這個全球化的數字領域，在不觸及懲治本人的情況底下，就能夠精確的摧毀犯罪帝國的經濟基礎。所以本次價值150億美刀的行動，它不僅僅是美國司法部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沒收案，更是一次向全世界展示其在數字領域執法能力的肌肉秀。民事沒收程序通過一套嚴謹的流程，將這樣一批被污染的犯罪收益轉變為美國財政部名下合法的可以自由處置的資產。那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也同步出手，將太子集團列為跨國犯罪組織，並且對懲治實施嚴厲的金融制裁。這個組合拳，司法部奪走了懲治現有的財富，而財政部則切斷了他未來利用全球金融系統的所有通道。本案的深遠意義在於，它公開展示了一套可以複製的、可以擴展的、用於瓦解全球加密犯罪網絡的完整的行動劇本。它向所有潛在的犯罪分子都傳遞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就是區塊鏈跟加密貨幣不再是法外之地，而是美國執法力量延伸的新邊疆。那現在我們來到這個故事最核心也最富有爭議的部分，就是這150億美刀的巨額財富將會流向何方呢？在公眾的期待當中，這個答案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對不對？當然是應該還給那些被騙走了一切的受害者呀，對不對？在美國官方的敘事當中，為受害者追回損失也的確是資產沒收計劃的核心宗旨。美國司法部明確表示首要目標就是利用沒收資產補償受害者，甚至他們都已經建好了網站。這個承諾是整個民事資產沒收制度賴以存在的道德基石。他將美國政府的行為描繪成一種伸張正義的高尚之舉，聽起来充滿了希望，对不对？但是當電詐的受害者他們滿懷希望的踏上尋求賠償之路的時候，就會發現這條路上布滿了荊棘，3個巨大的障礙使得正義的實現變得異常艱難。首先第一個就是最核心的障礙，是一條非常不公平的規定，我叫它公平市場價值的陷阱。有一條名為美國聯邦法規第28篇第 9.8 條的司法部的內部規定，嚴格限制了受害者的賠償金額。這條規定明確指出，返還給受害者的金額不得超過損失發生之日的財產公平市場的價值。這句話對於加密貨幣欺詐的受害者來說是毀滅性的。我們來舉一個例子，假設一名受害者在2023年年初被騙走了2枚比特幣，當時比特幣的價格是每枚2萬美刀，所以他的直接損失是4万美刀。2年以後，政府在比特幣漲到每枚12萬美金的時候，成功扣押了這批資產。那這個時候2枚比特幣的市值是24萬美刀。那麼根據司法部的這條規定，這位受害者他有資格申請的最高賠償是多少？不是24萬，
而是他當初損失的4萬美刀。而那多出來的20萬美金的巨額增值部分去哪了呢？它是被視為美國政府的合法收益，已經與受害者無關了。所以這個使得美國政府以犧牲受害者為代價，獲得了巨額的意外之財。而第二個障礙是一場後勤的噩夢，因為殺豬盤的受害者群體如此之大，規模非常龐大，身份匿名遍布全球，這個就帶來非常巨大的操作難題。首先要如何可靠的識別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受害者呢？我想很多華人可能因為語言障礙或者是羞恥感，他們從來沒有向美國當局報過案。其次是如何建立一個高效的系統來驗證成千上萬份索賠的真實性，同時還要防止被欺詐性的索賠來淹沒呢？而最後，即便確認了所有的合法受害者，如何將資金安全的合規的分配給身處在不同國家的個人，尤其是在牆內的中國人呢？這個涉及到非常複雜的國際金融法規和非常高昂的交易成本，所以其實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噩夢。而第三個障礙是政府優先權。司法部的這個資產沒收基金，它是一個自我維持的財政系統，也就意味着說，在考慮向受害者支付任何賠償之前，所有與調查跟沒收行動相關的開支都將優先從這樣一筆被沒收的資金當中扣除掉。而這些開支是名目繁多的，什麼資產管理費、法庭費、專家證人費、IT 設備採購費、人員培訓費，甚至包括導致扣押發生的一般性的調查費用。所以像陳致案這樣的歷時數年、涉及多個國家的複雜調查，它的成本毫無疑問是一個天文數字。所有這些成本都將會作為第一順位，從這樣一筆150億美刀的戰利品當中被優先償付。所以三個障礙共同作用，形成了一個系統性的漏斗。法律規則為政府的潛在收益跟受害者的法定損失劃清了界限，基金的結構確保了政府的所有成本都得到優先覆蓋，而犯罪本身的特徵使得最終的分配階段變得異常困難和非常昂貴。所以在這個體系的內在邏輯底下，受害者的賠償並非首要任務，而是在滿足自身運營跟財務需求之後，最後才被考慮的選項。所以當我們把整個故事的脈絡從精彩的追捕、強力的扣押到分配體系的系統性缺陷一一拼接在一塊的時候，一個尖銳而且發人深省的問題就油然而生。我們見證了的確是一場堪稱典範的國際執法行動，美國成功瓦解了一個極其殘暴的電詐帝國。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無疑是正義的巨大勝利。但是當我們審視這樣一筆150億美刀財富的最終流向，以及那些被榨乾了畢生積蓄的電詐受害者，他們所面臨的重重賠償的障礙的時候，這個正義的形象瞬間開始變得模糊起來。所以這也引發了我們最終的一個終極拷問，就是美國政府本次的行動究竟是一次讓電詐受害者得以彌補損失、彰顯公義的光輝典範，還是在效果上構成了一場由國家機器執行的、經過法律精巧包裝的反向的殺豬盤呢？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殘酷的比喻，我們也不是要否定美國的貢獻，但是一個強大的實體，也就是美國政府，通過高超的技藝，從另外一個實體，也就是陳致犯罪集團手中奪取了一筆巨額的財富。而這樣一筆財富的最初來源，那些被養肥後屠宰的豬，也就是真正的受害者們，他們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全球各地的華人，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在了分配鏈條的末端。如今這樣一筆巨額財富落入美國之手，中國卻可以說是人財兩空。好了，我們來總結一下3個國家在消除電詐集團上3種截然不同的國家力量的運用方式。美國的技術之刃，他們直擊犯罪集團的金融心臟；中國的實力之權是根除犯罪滋生的土壤，連根拔起，掃地出門。韓國的民意之劍只能說狠話，展現國家意志，但力有不逮。你看美國，他並沒有派出一支海軍陸戰隊去柬埔寨的叢林裡面衝鋒陷陣，也沒有跟當地複雜的軍警關係搞什麼非常艱難的國際協調或者是拉鋸戰。他們利用在金融跟科技領域的一個上帝視角，直接發起了一個降維打擊。這樣一種力量的特點是快、準、狠，利用在全球金融體系當中的霸權地位跟無可匹敵的技術優勢，
對他國領土上的這個犯罪集團進行金融斬首，沒收150億美刀的比特幣的行動，如同一次精準的空襲，瞬間癱瘓了犯罪帝國的中央神經系統跟血液循環系統。它的優勢是效率極高，能夠在短時間內造成巨大的震懾。當我們看到美國的金融鐵拳砸下引發柬埔寨電詐園區雞飛狗跳、連夜潰散的時候，這個雷霆萬鈞的效率的確給外界帶來了巨大的視覺跟心理的衝擊。但是美國的這種打擊更傾向於治標，它摘取了犯罪的果實，也就是非法的財富，但卻未能夠根除犯罪的土壤。美式打擊的精髓是直擊要害，成本極低，但是收益極高。它規避了所有可能流血、可能引發外交糾紛的髒活累活，他們只摘取了最豐碩、最吸引眼球的果實。韓國的民意之劍觸發點是極具悲情色彩的情感衝擊力，一名本國公民的悲慘死亡，洶湧的民意迅速轉化為強大的政治壓力，迫使政府做出高效、快速並且強硬的姿態。所以我們看到外交施壓，特使出動，專機飛到柬埔寨，64名犯罪嫌疑人戴着手銬蒙着頭被韓國警察押送。這些畫面向外界發出了大韓民國國民不可欺的明確信號。韓國它沒有金融市場的利劍，也沒有本地區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它的確力有不逮，所以這個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對於犯罪集團造成的一個實際的打擊。韓國模式說到底其實是一場對立的公關，它通過一個簡單直接的國家為你復仇的故事，凝聚了本國的人心，在政治上得分極高。中國的實力之權這樣一種力量的特點是穩、廣、深，它着眼於治本，目標是徹底鏟除犯罪滋生的物理空間跟人力基礎。這是一場極其複雜的地緣政治的博弈，中國為此動用了強大的綜合國力，在外交、經濟和軍事的層面施加巨大的影響力，最終實現了對於緬北4大家族等等地方保護傘的定點拔除。超過 5.7 萬名的嫌疑人被抓獲之後移交，4大家族的頭目自殺的自殺，被抓的被抓。那如果說美國是切斷了毒瘤的營養供给，那麼中國則是直接切除了毒瘤以及周圍的病變組織本身。這樣一種手術的過程漫長複雜，它的效果是釜底抽薪的，但是卻不太容易形成单一的爆炸性的新聞。也正因為如此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現象是，中國政府它的行動的實際效果與輿論的感知強度之間出現了明顯的錯位。中國說實話幹了最髒最累的活，取得了最徹底的戰果，但無論是在牆內還是在牆外，輿論場上大家都對於中國政府冷嘲熱諷，是非常明顯的吃力不討好。不可否認的一點就是電詐犯罪鏈條當中的這個老闆、骨幹、豬仔、受害者這些高度重合的中國人身份。另外一點就是層次肯定跟部分體制內的這個貪官污吏有勾連，否則的話他們怎麼會如此輕易就能夠拿到這麼多中國人的個人的真實信息呢？所以這個是國人看待此事一個沒有辦法回避的複雜的面向。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可能的確意識不到的是，中國進行的是一場沒有高光時刻的持久戰，它有無數次艱苦的外交談判、繁瑣的跨國協調，以及在緬北複雜的地方武裝割據當中借力打力的政治智慧所構成。這些行動雖然從根本上摧毀了電詐集團在緬北的物理的根基，這個是任何金融制裁都沒辦法達成的效果，但是整個的過程其實極其漫長並且複雜，而且也缺乏抓馬的情節。這個其實就涉及到認知心理學跟現代傳播學的一個基本的邏輯。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有一個理論叫做認知意識性，簡單來說就是人的大腦很懶，他喜歡簡單清晰有故事性的東西。所以你看美國的故事，高科技150億數字警察抓壞蛋，簡單刺激，好萊塢大片的既視感。我們看韓國的故事，無辜學生慘死，國家霸氣復仇，情感濃烈，韓劇的既視感。這兩個故事都非常容易被大腦消化跟傳播。我們再看看中國的故事，地緣政治、軍閥混戰、多方博弈、長期清剿，這他媽就跟愛生這樣一種長視頻紀錄片似的，又臭又長，還特別複雜，
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外國的受眾，他根本就沒有什麼耐心去理解這裡面的彎彎繞繞。我想中國人其實習慣了事實勝於雄辯，覺得說我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大家自然就會豎起大拇指。但是在今天的注意力經濟的時代，這個邏輯已經過時了，就算是事實也需要被翻譯成能夠打動人心的敘事。到這個地方，其實我們知道太子集團已經覆滅了，但是只要只身奠造的土壤依然存在，新的太子集團就會在迪拜、在非洲崛起。故事的最後，我們知道150億美刀靜靜躺在美國財政部的賬戶裡面，但無數電詐受害者，他們依然在等待遙遙無期的補償。這也提醒我們，當貪婪驅使的騙局被國家機器粉碎以後，誕生的可能並不是完美的正義，而是另外一個更強大、更合法的利益分配的體系。在這樣一個數字叢林裡面，指望青天大老爺為你追回所有的損失，說實話，有一點扎心，是不現實的。而最終能夠保護你的，不是遙遠的司法鐵拳，而是你面對誘惑的時候，每一次冷靜的拒絕。在這個故事當中，無論是陳志，他不相信任何人，最終導致了施藥的單點故障，或者是受害人源於人性的貪婪與輕信，都說明了無論現代的技術如何迭代，最終的博弈依然是圍繞着永恆不變的人性來展開的。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本期節目，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分享您的觀點。喜歡這期視頻的話，別忘了點讚分享。歡迎大家訂閱艾生的頻道，並且加入我們的會員。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